各位好，欢迎回来，我是杨永明。我们这一节来看，就是台积电在日本昨天元宵节，它第一场这个完工剪彩哦。那你看，这个是熊本厂开幕了，张忠谋都去了，刘德英哦。然后呢，日本的岸田他是引带来支持这个第二场已经决定要做了。那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健也说，会再补助台积电48.6亿美元啊，7000多块8000亿日元左右，来新建熊本2厂。所以这个熊本小镇啊，这个比台湾的鹿港小镇厉害了，地价就开始翻倍，薪水加倍。日本的司机爽歪了说台积电是神。那到上个月为止，整个这就是菊阳町的人口43885人，但没有人的小车站已经出现了通勤尖峰时段的人潮，连公车站牌都超过60个人排队等候。哦，所以计程车司机都说我们这个钱简直是翻倍。哎，这让我们想到那个时候大陆客来台的时候的那种龙景，对不对？然后呢，听说台湾很多有钱人呢期望营业额会变大，这个甜点店的老板也是这么说。那经济学人的文章呢也说，台积电日本厂条件胜过美国厂，这是真话哦。那一厂24号开幕，那可是呢，这里面你看到劳动关系的差异，电装、索尼就是 Sony 啊，新力，然后已经有台积电政府的子公司的股权等等之类这些东西，其实就表示说跟美国之间的差距哈。不过我这边一直要在问的就是，难道台湾大举台积电到日本去投资，那我们自己本身留下来的东西呢？本来是可以在台湾设厂的，哦，那当然你可能要因为这个供应链的稳定，但是表示说台湾这边的情况可能也是一个状况咯。张忠谋昨天讲针对 AI 的讲话了哈，他说 AI 的需求不是几千万片的产能，是更多的这个晶圆厂，哦，未来会有更多。最近 AI 人是告诉他说，需要不是几万、几十万、几千万，不是，而是要更多的晶圆厂，3间、5间、10间，哦，那 AI， 那最近这个事实上，那辉达的市值你看已经排到全世界，如果就国家而言，它的 GDP 可以排到第12，对不对？哦，那辉达那已经突破2兆美元，所以整个抢占 AI 的先机呢，彭博说，哦，这个。贝佐斯、辉达这些企业都投资在研发什么人形机器人，亚马逊的创办人都在做这些东西。那问题是中美之间 AI 的差距呢？好，1-2年可以追上吗？1-2年可以追上吗？那网络安全公司啊，奇虎360的创办人周宏伟他就这么说：中美在 AI 上的差距主要是在确定技术方面上，一旦方向确定了。中国的优势是在学习能力上很快会赶上来，中美在 AI 上差距应该可以在1-2年的追上，这是比较乐观的讲法。那黄仁勋也在这样这个氛围之上，他说华为是个好公司，因为华为自己也在做类似的晶片，跟这个辉达在竞争。美国限制中国的晶片会这个成本很难，所以他已经开始又第3度的要去提供，就是给中国大陆的特制晶片。那现在从 AI 我们就到了太空竞争了，新的太空船这个名称定了哈，经过大家的投票啊，然后呢考虑叫梦舟，哦，叫梦舟，目标是2030年送人上月球，啊，意喻的什么呢？载人月球的探测承载中国人的太空梦，所以呢，梦舟探索太空的新里程，那。至于月面着陆的这个命名呢，叫做揽月。各位，梦舟揽月，好有诗意哈。是取毛泽东的诗词说可以上9天揽月啊，彰显中国人探索宇宙。所以呢，追赶马斯克的这个中国90后呢，他已经拒绝美国的名校，开始自己做火箭。那我们看到。这个在1月11号的时候，民营的航太公司这家叫东方太空哦，东方太空用最新开发的引力1号圆满完成了一次这个海上发射，这是在海上发射。好，我们看影片，那将3颗卫星精准的送到了预定的轨道。
刷新了一连串的记录，全球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全球首个海上发射的捆绑式的运载火箭。然后呢，是陆运力最大的民商运载火箭，就大陆这边运力最大的民间的运载火箭。好，那所以这个引力1号背后的男人叫什么？这位姚宋。好，姚宋，不知道跟姚明有没有关系？那这个姚宋他是90后的学霸，是东方空间的共同创办人，是和联席主席 CEO， 29岁就开始这个造火箭。短短的3年，便带领的团队造出了引力1号。我们看到这个刚发射的影片上，那因此呢，媒体就称赞为中国版的马斯克。我刚刚讲下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就蛮像马斯克的这个感觉？果然，中国大陆媒体称赞的中国版的那个马斯克，52年来首次这个登月。美国的这个奥德修斯号，那着陆之后呢，翻车。那事实上，这个公司说它还活得好好的，相对比的一个比较。来，大使怎么看？这个台积电的这个熊本厂啊，事实上，报道说它其实去年底它就已经开始生产了，动工啊。为什么要今年这个2月24号嘛，动23号嘛正式？是因为要庆祝，有人说是庆祝日皇的生日啊，对，所以在这一天来举办，可见日本对这个厂的重视。这是日本近年来最大的一个外资，这个厂最后要花200亿美元。所以我们刚刚看啊，日本投资了48点啊，这新加的48.6亿美元了哈。第二场啊，第一场也差不多这个补助款啊，日本的，可是整个投资是200亿。现在这种新的这种芯片的投资下来大概都是200亿美元左右，对，包括台积电在美国的。不过日本虽然说，哎呀，这个好像看起来比美国表现的好。可是台积电自己要筹资不少钱啊，对，是啊，这个钱还是自己要出啊，不是说只有啊日本人不是全资啊，所以白日本赚了很多钱。是，那美国是比较狠一点，美国根本就到现在啊，连要投资台积电在美国的那个 Arizona 厂，到现在都没有说了，可是呢，空话一句，对，还没有看到任何这个钱啊。那当然了，这个厂事实上对日本帮助很大。日本甚至的报道说，这个是日本第2次黑船事件啊。这黑船是日本这个在这明治维新之前啊，被美国的船啊，这个船长强行开国，然后造成了日本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以前是蛮不文明也不开化，好像是这样。那日本是靠这个黑船啊文明开化。现在这个台积电是第2次的这个黑船，为什么？把日本的起码在半导体上文明开化，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原因是日本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晶片只能生产40奈米以上的晶片，它没有能力生产40奈米以下。你知道我们台积电是4奈米啊，比它进步10倍啊，在日本这边，对，哎，日本这个它现在要做什么？日本的本身所有厂到40奈米，就停了，没这个技术，没这个本事。不要把日本人都好，他做晶片就做不过台积电。那这次台积电这个厂是做什么呢？是把它做到20到28奈米，而且进一步可能要做到12到16奈米。所以日本认为是黑船事件，因为帮助日本晶片进步啊。那可是呢，这个对台积电来讲，它可以就近怎么提供日本市场了，因为这个厂它不是台积电独资，它里面有 Sony， 然后还有 Toyota。这里面都进入了，而且这个厂不叫 TSMI 啊，叫 JSAM 啊，对，它是另外一个，它是日本的公司哦，对，在日本设立的公司哦，那这个东西对台积电来讲的话有好处，它可以增加它的产能，可是最大的损失就是台湾啊，是啊，200亿的美金的投资本来要在台湾的，本来是要在我们高雄的，现在到哪里去？现在跑日本去了。对台积电本来是没有这个需要，在美国的这个地缘政治考量压力之下它非去不可去了。对，可是200亿美元本来要放在我们高雄的，现在跑到日本熊本了。熊本高兴的不得了，全日本地产哪有涨到36%的？对不对？这个钱200亿如果在我们高雄，我们的高雄地产也是涨36%，现在掉下来了。对啊，当时只要听到声音就已经上去了，结果现在掉下来了。对，所以白花花的银子因为这个
美国的这个地缘政治，我们把这个200亿花到了日本，没有花在我们台湾，损失是我们台湾人跟我们台湾的产业。有台湾的这个经济评论员还说，这是台湾的经济力的延伸呐。将军，这2天有关于太空竞争，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世界争霸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区域，就是太空的战争。是。那这2天我们听到一个最新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说法，是说指控俄罗斯在发展太空的核战，对不对？认为它太空这个在太空引爆核子爆炸的话，会毁掉所有的太空卫星。对，那时候整个太空都已经就是，如果说没有卫星的话，所有通讯设施干嘛全部毁掉。是啊，事实上美国自己干过这种事情，他现在指控俄罗斯要干这种事情，但是普京反驳了，说我们没有这个计划。是，对，我想这2天新闻大家都注意到，没错，其实弄得人心惶惶的。如果说俄罗斯你怎么那么粗暴，在太空里面引爆一个核，我跟各位讲，是美国已经干过这种事了，你知道，美国已经在太空中引爆过一颗核子弹，然后把所有的卫星都引爆。它在哪里发射呢？在夏威夷南部700公里的地方发射，也就南太平洋的上空发射。那时候确实是造成很多卫星的毁损，所以造成大家紧张。那现在来讲的话，未来的太空争霸是如此。那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指控说俄罗斯要发展这太空核子的一种爆炸来摧毁卫星呢？因为美国自己要发展太空的一个星战计划，它要争取预算。我们都知道，你可以去查，美国现在有一架叫做它升级版的太空梭，叫 XB-37的这种升级版的太空梭，就是太空战舰我们可以称之为太空战舰，它可以来回于地球跟这个太空之间。是，然后它如果这个 XB 发展成功的话，它未来在太空之中，它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摧毁世界上面任何一个角落的一个国家一个设施，发射这种武器来讲的话，所以我怀疑说，美国这次来讲，它自己本身是要发展太空的一个星战计划。其实太空星战计划，美国从雷根时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就有这个计划要发展太空星战。那我为什么讲这段呢？因为从中国我们看出来，中国其实在这方面来讲，它也不断的迎头赶上。不管是在对这次来讲，我们升月，或者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它在这个海上发射这个火箭，其实这是非常重要一个里程碑。在太空科技来讲，那为什么要在海上发射呢？第一个，它可以离它要发射的轨道比较近。我这颗卫星要发射到什么地方去，在太空中的什么位置？那我从地球的那点不见得是在陆地，我可能在海上发射比较近。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发射上去以后，总是会有一些脱落的一些碎片嘛，比如说脱落的这个推进的火箭或干嘛，它掉到海里面的话，对陆地上的人员影响比较小。可是你要做这么大一条船，能够发射这么大一个火箭上太空来讲的话，这个科技是中国一个科技，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不管从这次来讲，我们这个现在新闻上面看到，就是中国不管是要发展登月，2030年要登月，或者是说这些新的这个8、9年以后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回到中国去发展它太空科技来讲的话，我相信未来是不管是美国、中国、俄国在太空会是一场很强的一个争霸赛。那谁能够抢到这个先机，谁就能够掌握到地球的未来。所以叫孟舟揽月嘛，对不对？韩冰，我想这个台积电的事情呢，当然对日本熊本那边带来一个很大的商机啦。是，那他们在那边为什么会比较好？是因为我们跟日本的文化毕竟比较接近，所以整个不管是企业的文化也好，或是整个民族的这种文化也好，都比较相近。那台湾人对日本本来接受度也比较高，所以在那边融合就比较好。但在美国就出了一大堆问题，对，彼此之间文化差距太大，所以美国现在这边面临到困难重重。那个台积电在那边的投资可能到最后会打水漂，有可能哦。对，这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麻烦。但是台积电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就是因为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规划，对，它要分散它的风险，是分散它的风险，不是我们的风险。它要分散美国未来的可能的面临的风险，所以它逼着台积电这样做。所以未来台积电可能还要去德国啊，还要去其他的这些地方去做投资。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本来这些商机都可能是在台湾的，后来都没有。我们自己都享受不到，那反而要分散到外国去。那但是没办法，我们就是被美国逼着这样做。而且台湾不再是细盾了。对，可是问题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当美国有一天他觉得他的风险降低了，他没有什么风险，那代表什么？你知道？代表台湾对他就不重要。
那台湾如果一旦对他不重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可歌可泣的那一个人？因为大家想想看，未来11月以后，可能下一个上来的是川普又要回来了。那川普这个商人，他向来是你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反正他什么东西都是看钱。你如果没有钱给我的话，那抱歉，他随时就把你抛弃，因为他对那个北约的国家就直接这样讲啊，你钱缴不够那我叫敌人来打你，那他就直接这样讲。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真的要去注意。我们如果有一天利用价值都失去的时候，在美国眼中我们到底算什么？美国会不会直接把我们抛弃？那当然，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进驻 AI 这一块，中国大陆也在努力追赶。那虽然这一个奇虎360的创办人周鸿祎说，大陆大概只落后1-2年的时间，可是他讲到一个很关键点，也就是决定方向，方向是谁在决定？目前看起来领先者还是美国，美国在决定方向，美国决定了方向之后，中国大陆在后面追。那如果一直保持这种态势的话，那抱歉，领先者永远是美国。因为中国大陆只是跟在后面走而已。所以我觉得现在胜负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能够自己决定方向。如果当他开始可以在自己决定方向的时候，他就站在真正的领先群，那美国就很难再去制裁他。好的，谢谢，我们休息一下。各位好，我是杨永明。我们新闻大白话今天这一节来看的是什么呢？整个俄乌战争还有就是波音的问题。俄乌战争满2周年了，2年前的2月24号开始满2周年了。那可是呢，有一个重大的事件，俄罗斯的一架104亿的就是预警机被击落了，烧成了火球下坠。我们看这个画面，乌克兰军队宣称成功击落一架俄罗斯 A50 预警机，造价约新台币104亿。网络曝光的画面显示 ，A50 是被击中的瞬间，以及坠机后窜起的猛烈的大火跟浓烟。那在这2年当中，我们看这个画面乌克兰其实3万平民的伤亡，但是俄国的炮击量也6倍的碾压乌军。乌克兰先前大肆的宣传的反攻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乌克兰国防部的官员透露，其实炮弹跟远程飞弹的短缺，使得乌克兰军队在反攻被迫变成防守的态势。而俄国的国防部认为，俄罗斯的武装力量在顿内刺客方向向前推进，击退了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这个前进。那满2周年的同时呢，有4位西方的领袖搭火车前往就是基辅，重申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哪4个国家的领袖呢？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还有呢比利时的总理这个德克鲁，以及要争取连任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们跟泽伦斯基都合照，这是满2年，代表了西方对于乌克兰的支持。那欧盟委员会计划在基辅成立一个国防办公室，整个 G7 呢，以美国主导 G7 承诺要让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付出巨大代价，并且公开点名这个中国大陆跟伊朗的这种就是说间接直接的支持。那甚至这边呢，网络上讲的啦，有一个乌克兰的这个国会议员说我们受请这个要求美国这个信守承诺，我们接下来会并肩的攻打中国这个当然这网络上讲的这个是这个你要知道他的媒体是台湾的这个 New Talk 嘛，对不对？因为在差不多上个月，王毅才去跟乌克兰的就是外交部长库列巴见面那基本上其实也显现出中国在这个态度上的这个坚定立场。可是呢，在欧洲经济跟就是说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关系中欧的工业对话，这个叫中欧工业对话磋商机制已经开始在继续的这个推动，讨论什么呢？汽车关键原料的这些预警机制，还有绿色工业绿色发展等相关的领域的合作。那这是中国欧盟商会成立的金融工作小组，也举行了人民币支付和贸易合作论坛。所以这些开始的这种直接双边中国欧盟的这些对话机制都恢复了而且
积极的谈一些具体的议题。那德国对华的投资是创新高，但是呢，短期很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是哪里的报道？美国之音，一点都不意外。但是呢，事实上就告诉我们，2023年德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是增加了4.3%。另外，我们看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他在接受这个中国大陆央视访问的时候，宣称塞尔维亚跟中国是这个患难见真情。那中国这些朋友从来没有忘记我们，而且呢，他说这个中国的资金也被带上了意识形态的市场，有吗？当他们对我们应该如何与中国合作的时候进行说教，他讲西方媒体，他看见他们跟中国的经贸的数据跟总量的时候，我们跟中国有几十亿的贸易额，那他们跟中国的贸易可能高达到2000到3000亿，怎么还有脸来这个指教我们呢？对不对？对我们说教呢？所以我们换个话题吧，事实胜于雄辩。我要现在看，就是说在新加坡的这个航空展当中民用航空机这个一直都是一个看点。那目前基本上波音没有看头了，整个波音737 MAX 的这个订单已经拖了5年，最大客户美联航空就是 United Airlines 已经可能要转头了没有说已经，可能要转头到空巴这边来了所以你看波音 out， 然后呢空巴 in， 那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因此被取代？而这里面最大的看点其实是中国大陆生产的 C919， 来自于新加坡的民众说，这一次特地来看中国新的 C919 大飞机和中国的航空的制造业。那智利的民众说，这次也是慕名而来。我看他可能代表这个厂商要来看这一次的 C919 和 ARJ21 另外一个高原型的飞机的这个情况。智利的平均海拔较高，对于高原型飞机有比较迫切的需要。中国的飞机在应对高原环境的表现呢，让智利的民众充满信心。大使你怎么看？那像俄乌战争其实俄乌战争满2年了满2年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幸的人类之间的一个悲剧。我认为战争都是悲剧啦，它是不是解决纠纷或纷争的一个好的手段？对。那他能够获利的都是一些政客，是，然后呢，获利的都是一些什么军火工业，对，获利者都是第三者，对，当事的双方都是最大的悲剧，而且当事双方不包括他们这些政客，是，真正在这个受灾受难都是一些平民老百姓，对，跑不掉的，然后呢没钱的，然后呢怎么讲呢？搞不清楚状况的，那乌克兰他们讲说，原来4200万人口，现在少了1000万，就人家调查，这都有办法的，精英都跑光了，剩下都跑不掉的跑不掉。现在乌克兰怎么办呢？就抓夫有的年轻人，我们前一阵子也讨论过，有一个年轻人他已经1年多不敢上街了，一上街，这个乌克兰这个兵役处就在街上就会把他拦下来，对，而且乌克兰现在老早这个18岁到60岁的这些壮年男就禁止出国了，可照样还跑掉1000万对，资金也也跑了很多那当然最可怜是人命的丧失了。不过整个来讲我们在这个过程中2年中也真的见识了西方媒体为了宣传那种颠倒黑白，然后这个黑的说成白，白的说成黑的这种报道的方式啦。当然就是说都是爱国媒体啦西方都是爱国媒体。那可是问题就变成我们有一些问题，就是说让我们把这个状况看清楚了，就是说这里面过去2年有3场重大的战役都是乌克兰打败。第一场就是2022年战争开始后差不多3个月吧，马里乌波尔战役，打得非常激烈，也是俄军投降，现场投降，然后撤出战场。乌军现场投降，退出战场，最精锐部队投降。那去年的5月，2023年5月中的时候，另外一场重要战役巴赫穆特战役，对，也是在这个乌东的部分，结果呢，也是阵地被俄罗斯攻下来，而且死伤惨重。是，那这个月没有多久，2月16号、2月17号，乌克兰自己公布说，从哪里？从这个阿夫迪夫卡，
阿夫迪夫卡正式撤军，对，然后撤的时候非常仓促啊，结果留下来几乎有1000名的伤兵啊，就留在现地啊，伤兵都没有带走，伤兵都没有带走啊，结果就匆匆的就脱弃甲役兵，结果俄罗斯就把这些所有的装备、新的装备、欧美装备都展示出来啊，然后留下来那些战俘伤兵都留在那个现场，所以这场战争看起来乌克兰，你如果再说它有什么胜算啊，看起来是没有。那这个美国、欧盟的政策也很会吹牛，可是呢，欧洲尤其德国现在讨论的重点是说，欧洲已经对俄乌战争产生高度的疲倦感了。对，将军怎么看这一艘俄罗斯的预警机击落呢？遭击落。这个俄罗斯哦，特别要讲这些事情，那不得不佩服乌克兰。虽然说他在地面作战，遭受到很大的失利，对，可是他最近几次很成功的出击，都获得很辉煌的一个战果。你知道这个 A50对一架 A50预警机被击落，等于是击落他10架战斗机，对啊，就损失了10架战斗机的战力。104亿台币耶。不是，对，台币104亿，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它整个战力就等于损失了10架战斗机。实际上，因为一架预警机，它等于在指挥10架战斗机在作战，在这种所以它被击落的话，这整个作战任务大概就结束，都要回来。而且更好笑的一件事情是，他1月14号第一架才被击落，他居然没有从中学到教训，结果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第2架又被击落。我跟你讲哈，这种预警机如果都被击落来讲的话，俄罗斯所有制空权是完全没有了。对，因为你知道，所有飞机里面最不容易、最不可能击落就是预警机，因为它有完整一个雷达系统。它不但可以征收敌人的战机的雷达，因为你看它上面那个雷达盘那么大，它可以征收的距离很远，对，还可以指挥自己的战机作战，它可以侦察敌人地面上面对它的这个飞弹啊、对空飞弹这些系统雷达，只要打开照明雷达去锁它的话，或甚至于去锁其他你自己友军的战机，它马上就知道，那你怎么可能会被击落呢？而且你应该在最后面，最好笑，俄罗斯是被同一个地点被击落，不到2个月时间，同一个地点被击落2架，这怎么回事呢？那我特别要讲乌克兰说他是用 S-200击落的，那更好笑了。我觉得不可能是S-200，乌克兰在糊弄了，这是情报了。因为 S-200是1967年的时候的飞弹，那时候这个苏联时代，它的飞弹是打什么？打 SR-71黑鸟的飞机的飞弹，那旧飞弹怎么来打这个呢？所以很可能，我觉得他是用一种欺敌的战术，用这种 S-200的雷达打出去以后，打入这信号波，误导所有的战机以后，然后再把这个爱国者飞弹推到前线去，把这个 A50预警机干掉。那也代表说，我觉得就战斗而言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场教科书级的这种战斗经验。好的，韩冰。我觉得乌俄战争打到现在这个样子，虽然这些机器的国家誓言说他们一定要让俄罗斯付出代价，可是现在付出代价是谁？付出代价是乌克兰，还有欧洲。对，欧洲的经济也跟着一起被拖垮，反而看起来俄罗斯人家活得好好的，而且因为你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这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本来冷战之后，俄罗斯的军工产业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凋零落后，对，结果因为这场战争之后，反而逼着他重开生产线，是让他的军工产业反而活过来，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未来人家的军火生产是比你欧洲更加快，欧洲现在看起来。你反而在生产上面追不上俄罗斯了，这个其实是个很糟糕的问题。那至于说乌克兰这个国会议员呢，这个是全世界最廉价的这个口号，他要去帮他打中国大陆，请问你拿什么帮？你怎么帮？你自己的国家都需要人家帮了，你怎么去帮美国？所以我觉得讲这一种，你真的认为美国人很傻吗？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他呢？所以我觉得不用去讲这一种鬼话。那当然，美国现在其实看起来。他对中俄是，当然我们看到所谓的中美的所谓的晶片大战的议题哦。现在呢，习近平召开了所谓的财经委员会会议哦，他说要导入像引导大规模的设备更新，还有消费品以旧换新。
主要原因说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来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的设备更新，还有消费品的以旧换新，连接生产力，包括消费啦、内贸跟外贸，来增强所谓的产业核心力。那最近呢，台积电在这个日本要开厂，那现在最近的情况呢，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说，持续要争取台积电来设第二座厂。岸田文雄说，台积电未来在熊本设第二座厂，日本政府会给予支持。看得出来，日本政府呢是蛮希望说，这个晶片也能够在他们国家能够持续的生产。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韩国的部分韩国现在面临到一些两大困境现在韩国媒体就建议说，收购所谓的 AI 公司。那包括了三星在2023年所谓的获利暴跌，这不仅是三星的问题，也是所有南韩的问题，这是朝鲜日报所报道的。另外呢，包括像是南韩企业未来恐怕面临到边缘化的一些风险，所以南韩企业呢应该赶快积极收购所谓的 AI 公司。那现在黄仁勋就说，他说华为是间好公司美国限制中国的晶片的成本难度是增加的。他怎么说？他说华为是好公司，尽管他们受到现有半导体处理的技术跟限制，但他们仍然可以透过许多晶片汇集在一起来建构非常强大的系统。那现在呢，也有外国媒体来专访这个黄仁勋，他说：“那你会不会担心美国限制会刺激中国推出更强的 AI 晶片？”他说：“中国确实有很多竞争力很强的东西，现在包括了 AI 的机器人也成为美中的新战场嘛。我们来看到的是包括像亚马逊跟辉达现在抢攻人形机器人现在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已经披露说他们可以预估产值是达到了20亿美元那这个首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它主要还会怎么样？会帮他冲咖啡、泡咖啡，而且完成倒咖啡的动作，来造成大家非常关注的声名大噪。就连特斯拉的现在也投入所谓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发展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包括中国大陆其实现在有天才少年所谓的智慧君，他发布了智能机器人远征 A1， 那售价呢在88万元以内。他会做的什么？他不只会倒咖啡，他还会打蛋等等的。这个样式呢都难不倒他。各位观众，你像透过画面上你就会看到，他甚至呢还会倒水打蛋等等。那现在呢，透过这样的情况呢，这个智源公司的联合创办人智慧君他原本是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的成员之一，那转而成立所谓的智源机器人公司，现在是不是等于他也是华为培养所谓的 AI 专家？那接下来看到是那个 Sora 后面的科技焦虑那现在呢，包括了周鸿祎，他也说这个中美的 AI 差距呢，可能会在2年内追上。那只要追上的话呢，可能是一旦方向确定的话，中国大陆的优势就是学习能力很快，所以在中美的 AI 技术上，应该在1-2年之内就可以并驾齐驱的感觉那现在美国等于是不是有点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英国媒体就透露，麦肯锡智库呢为北京献策，加剧所谓的中美关系这个是《金融时报》所报道的，说美国的麦肯锡智库呢，在2015年为了提升中国的技术实力他曾经向北京提出所谓的61项的政策建议。其实这61项政策建议呢，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巩固自己的一些相关产业了。那当时呢，也交给了包括了是时任总理李强自诩呢是中国科技发展出所谓的机遇路线图，那成为中国“13+5”的规划核心，反而加剧了北京跟华盛顿的紧张关系。话回来，先请教亮哥，亮哥怎么看？现在包括了中美的晶片大战，接下来真的有可能像这个创办人所讲的1-2年就可以追上吗？没有啦，他讲的是 AI 啦 ，AI 晶片怎么可能呢？那个高阶的晶片，我看那个中国大陆今年是希望能够做出5奈米啦，5奈米，那还是距离台积电3奈米、2奈米很远啦。是那美国跟日本还要做1奈米呢，台积电也想做啊。对。不过重点是这样啦，就是说高阶晶片在整个半导体的市场，它事实上占比不高啦，大部分都是成熟制程啊。是成熟制程可能我看是超过80%以上那中国大陆在成熟制程的全球的市占率，我上次看到一个数字啦，大概到了2027可能就会高达30%。3年后之后那么高了。对，那如果到了2030，搞不好会到40%。不，因为这个就有点类似它这个汽车嘛，是它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它价格就要开始破坏。那很多人就会倒掉嘛。
事实上我们立即受到冲击，也包括台积电哦。是台积电的成熟制程的半导体占它的营收1半呢。你不要以为台积电都是做高阶的啊，那更不要讲什么联电啊、世界先进啊、力积电啊。所以美国现在反而在担忧啦，就说中国大陆如果在成熟制程占比越来越高，那他会反过来用那个来搞你美国啦。因为我们日常用的晶片大部分都是成熟制程，是，甚至包括电动车都是啊。所以不知道啦，现在就是在比拼嘛。可是你可以看到 AI 啊，人工智能在中国跟美国它表现出来事实上是不一样的。美国厉害的是有关数位文本的创造啦，比如说 ChatGPT 啦，是最近的 Sora 对不对？这个是文本啊，包括影像啊，那可以让你迅速可能在思考上可以有所增进啊。所以可是中国大陆不是，中国大陆是比较结合它的制造优势，所以是让各种制造业导入 AI， 所以它的 AI 事实上这方面搞不好领先美国了。哦，比如说我随便讲，比如说华为就有做这个在生产煤矿的大模型，那个也是 AI 哦。那中国现在因为采煤矿，它就用 AI 直接介入管理，是啊，所以其实两边不太一样啊。这个那因为美国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而且这个跟你个人有关嘛。比如说 ChatGPT 你会用啊，对，然后 Sora 我看了我也非常惊艳啊，因为我觉得我也许也用得到，是可是那种生产过程的 AI 我们看不到，比较难接触到了。你比较不会接触到，可是那个已经表现在中国大陆各行各业，那个也是一种优势啦。所以我是觉得各有优势啦，可是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就是股票都先走嘛，比如说我说 NVIDIA 就好。NVIDIA 的去年的营收是609亿美元，是它现在股市的市值是2兆美元，你看这个落差多大？是，它的本益比已经超过35了，那你如果还敢买，我当然没有意见因为这个就有点类似当年网络刚起来，有很多本梦比嘛。是，我认为 AI 时代早晚会来啦。可是就是时间的问题，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人买网络股啊，对啊，结果2000年就网络泡沫。事实上有很多人跟亚马逊是做一样的事啊，可是做得太早，结果就倒掉了。是，亚马逊后来才起来啊。亚马逊它2000年的时候只在卖书啊，现在变成百货公司啊。没错。所以有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时机点要对了。可是也不要瞎起哄啊，大概是这样。是黄监长你怎么看呢？人类的科技啊，经过很多的这个变化，有的好比说这个蒸汽机、工业革命，好比说飞机，但是针对战场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谈一个战场，针对战场它大概有3次巨大的改变。第一次就是发明火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第二个重大的改变是电脑，电脑能够让以前就你越远的攻击会越不准，但是电脑能够进行一个远距离的精确打击。第3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 AI 它最大的差异是什么？这3个里面，我刚刚提到2个，对不对 ？AI 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远超过前面2个。为什么？你知道，人类啊，像我们人出生，就算他是爱因斯坦，你要知道他一切要从头来啊，他先要学 ABCD， 先要学这个数学，人一切从头来。但是 AI 永远是就它当时现有的累积往上。所以它的变化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而且随着电脑的硬体，它真是不可限量的翻天覆地。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但是未来 AI 在战场上，你可以看得到以下大概这3个大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自动作战指挥。自动作战指挥很难的，有时候你一个人在这里，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状况，这个跟你讲，那个讲，我问你指挥官要做什么决定？刹那间你会有压力，是吧？你永远不会比 AI 做得好。AI 也许没有办法做到100%，但是它一定比人那个指挥官要好很多。这是第一个，这是人。第二个就是自动战士，将来有一天你会看到那个像那个 RoboCop 那个警察的一样，机器人士兵还可以跳又翻又滚，不怕热，不怕死，跳起来一个
抓一个刀一个枪就可以射很远很准，刀枪不入。哎，但是目前还没看到，未来会出现。还有第三个是目前已经看到的，就是很多的叫做小型的机动的价廉，因为价廉所以大量，因为大量所以你无法防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这些都已经在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些通通在未来会巨幅的改变。那在多快的时间之内会看到我说的这些东西呢？你叫我预测10年内，10年内，因为这个技术会翻得很快。现在其实已经有所谓的自动战场的这个指挥系统，因为靠人有时候它是没办法的。但是像这种小型无人机、无人的 AI， 举一个例子，像上一次新加坡不是在一个端午节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龙的表演？哦，哎呦，我的天啊！那个我在那看那个多美丽，那个东西，那是控制一群的飞机去表演呐，你就知道那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电影 AI 的那个场景未来我相信真的是大概30年、40年之内，就是有一个人几乎跟人是一样的有一天你可能会喜欢 AI 机器人的程度超过人，因为他永远不会跟你吵架，是他永远都非常贴心，他永远都会倾听你的声音，永远顺着你的意啦，都顺着你的意，而且他会给你最好的建议。他那个建议是刹那间可以很多的，所以我希望 AI 能够彻彻底底的造福人，不要因为你不了解它，你就觉得它很恐怖。这个东西一定将来会大幅改变人类的生活。是左教授你怎么看呢？好，因为这里头讲到韩国的情况哈，韩国的情况很有意思，因为其实大家知道韩国的这个汽车工业也是规模非常大哈，那他们现在韩国的汽车工业也大举投入 AI 的研究，像这个起亚跟现代，他们在2022年8月的时候，在美国投资大概4亿美金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就专门在做 AI。的研究，那这因为它比较特别，就是说虽然规模不是很大，就有4亿美金，但它是2个公司联合起来做。因为看到其实不是只有韩国汽车业，其他国家汽车业也都开始像 BMW 啦、这个 Benz 啦，也都开始投入这个 AI 的研究，跟其他 AI 公司合作。因为以后他们现在要推出的一个叫做就是所谓的有软体驱动的一个汽车。那这种软体驱动的汽车就使得AI 在汽车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韩国对于 AI 非常焦虑，因为在 AI 发展上它相对来讲比较落后一些。那么因为它在这个 AI 发展上它比较落后，所以它有这个急迫感，它有这个压力。当然说它说它比较落后，其实在英国最近有一个这个媒体，他们去排名全世界这个 AI 的排名、产业的排名，我们还排在韩国后面，还蛮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台湾要努力的空间更大了。不过回来讲，韩国现在有关于 AI 的产业发展，它有一个辩论，就到底要走美国模式还是走欧洲模式？因为美国模式就是说，它是把国家资源投入在产业的研究，然后这个产业的创新产业的这个规模的成长，但是它在管制上是很宽松的，是所以它是由企业去引导它这个管制。但欧洲呢，它是政府来管制，它管制非常严格。因为欧洲有这个27个国，欧盟27个国家嘛，那它通过欧洲议会开始去设置它的这个共通的管制规则、共通的准则，那用它这个27个国家去造成一种国际的效应，就其他国家都被迫要跟着欧洲来管制，那欧洲的公司呢就会有先发优势，因为他们更了解这个管制环境底下要怎么去发展它的 AI 的生产 AI 它的技术或者商业模式。所以这是欧洲跟美国2个不同的情况。那大陆比较像是比较像是美国的情况，因为它的这个它的管制是比较宽松一点的，而且很多人还认为它的宽松其实是有利的。但是说它很宽松，它还在这个去年的8月就通过了所谓人工智慧服务这个管理暂行办法，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法律。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看到其他国家在竞相投入它的 AI 发展以后，我们不要只有一个行动计划，有一些真的要扎扎实实来做，不要总以为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很强，所以我们一定是 AI 的领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产业都是，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产业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就是说没有抓到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在标准，其实是在管制。所以你的管制策略会影响到你这个产业未来发展的模型。那我觉得在目前立法院已经之前就讨论过，去年就讨论过，说要成立一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到现在为止呢，民进党
在去年他享有国会的过半数，到现在为止这个法案还没有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一个会期的这个立法院应该要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从中美的那个 AI 大战哦，还有晶片大战呢，现在讨论到的是美国总统大选，因为今年美国总统呢也要开始大选了。那现在包括了这个川普是不是选情大好呢？主场优势是不是海莉没有了呢？包括了海莉在南卡州的初选惜败，那川普还发豪语了，他怎么说？他11月就要开除拜登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共和党的初选在24号。在南卡罗拉州举行，那目前川普的得票率呢是蛮高的，60%，力压在本命区的海莉39%，最快可能就在3月就可以获得提名的情况。那川普当然目前看起来情势大好嘛，那说话呢也跟着比较加油添醋一点了。他说，这个11月5号，我们将对拜登说，你们被开除了，滚！讲话是蛮霸气的哦。那甚至呢，川普在演说当中呢，最近还模仿拜登迷路的样子哦，走路非常的缓慢，甚至还模仿拜登，左看看右看看，甚至还有点踉跄的感觉，好像这个脚力不是很稳的样子，甚至还看人家旁边的幕僚说，好有没有一起来笑感觉，一起笑拜登的感觉，所以看出来川普像是不是选情大好呢？可以不但可以这样讲话，还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来嘲讽对手。那现在其实美国的盟友是不是也很怕川普当选因为亚太经济架构的成员现在担心川普当选之后呢，会不会有退群的情况？包括由美日14个国家所组成的印太经济架构，其中的4大支柱之一了供应链24号协议生效，是全球有关供应链首个跨国协议，为拜登政府主导的 IPEF 的代表性成果。那现在他们也担心说，如果未来川普已经表明了，如果当选之后呢，立刻会废除所谓的 TPP 2号的 IPEF， 理由是因为它掏空了美国制造业，引发了失业。那这个也使24号来启动了所谓的 IPEF 的协议呢，恐怕在他的回国之下呢，会顿时来做停顿的情况。那川普呢，届时恐怕会用杯葛的方式来达成实质上的退出。那川普呢，强势剑指白宫呢，欧洲现在是不是能够承受第2次的侵略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川普讲话也是蛮硬的，他说主张美国优先而鼓吹的美欧开打贸易战，他退出北约，要求日韩给美军更多的经费，甚至率领美国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 TPP， 甚至也要退出伊朗的核协议，这都会对盟友产生影响。那现在包括了欧洲，其实很多人都开始有点紧张了，包括了欧洲央行的行长呢，他就说川普的胜选将对欧洲构成明确的威胁。另外，比利时的首相也说，川普呢使欧洲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欧洲必须要准备好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感觉。那现在拜登是不是情况真的是也蛮情况危急的样子现在大选将至联邦再度面临关门危机两党的角力再起，联邦再度面临关门的危机。那两党的国会高层都希望能够在期限之前达成预算协议。那随着协商的空间呢逐渐变小，政府将停摆不安的情绪变得更加激烈，是本届在美国国会呢4度发生关门的危机。那本届国会呢也被誉为是什么最多办事效率最差的一届，甚至呢现在拜登在前2天走进一家非裔的餐厅的时候要争取支持，但是他走路是比较缓慢的就有点慢动作的感觉各位观众，这不是我们在放慢动作，这是他真实的速度。那现在这段画面呢也被美国的网友讨论嘛，是不是拜登的年纪真的是比较大一点现在除了走路的情况被讨论之外呢，这个连看小抄这个情况也被大家讨论。因为我们知道拜登在演说当中呢，他不断会用读稿机来提醒自己要该讲些什么，但是他在私人活动中使用的小抄呢，现在也引起一些捐助者的担忧因为我们知道他除了会用读稿机之外呢，私人活动当中他会拿小抄出来看。那这样拿小抄出来看的一个做法，也引起大家担忧，是不是有点记不住你要讲些什么样话的情况？甚至连拜登的爱犬司令现在也被逐出白宫了，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咬伤人至少24次，哇，真的是太多了。拜登的爱犬司令屡传出咬伤白宫特勤的干员而出名，甚至还有官员匿名指出拜登无法提供安全的工作场合，终于让司令被送出去领养了。其实在2年前就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了。2年前呢，2022年的时候，他也咬伤人，但是当时拜登没有及时处理还要使其他官员是谎称说是咬伤人是另外一只的牧羊犬叫少将，
那这样情况也引发大家关注说，那是不是白宫里面在因为这个司令有吃案的感觉呢？现在也引发大家讨论，甚至还有人说他跳起来的高度跟一般的官员的高度就基本上是一样高的情况哦。那现在有民调分析说，拜登的支持率跌到38%，那主要的是哪些原因呢？包括了移民问题，还有中东局势将成为拜登的最大危机哦。这个是盖洛普的民调机构所显示的，拜登的支持率呢跌到38%，高达59%的受访者呢不认同拜登的工作表现，那也几乎跌到将近去年4月、10月、11月历来最低的37%左右。今天回头来先请教一下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川普跟拜登的情况？拜登确实有年老，然后记忆不好、行动缓慢等等问题啦。是啊，那民主党的支持者，比如说《纽约时报》有一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叫 Ezra Klein， 他也在发动联署，是希望民主党召开大会，然后由大会来选，看谁要选。这个就是倒拜登的动作啊。可是这位专栏作家毕竟只有38岁啊，他能不能引发民主党大咖出来联署，现在还不知道，有难度，因为现在还早啦。可是民主党如果真的要换人，我看5月就要搞定，不然后面就会有混乱。是啊，那这个确实有人在运作啊，有人在运作啊，比如说你会常常看到这种镜头，就是有人在运作。我说这个慢动作，当然走得很慢的画面，当然是这样啊，就有人故意去拍嘛。是啊，自己人搞自己人。那为什么拜登一点都不认为自己会输啊？是因为川普今年要面对91个官司，那他们认为有很多一审都会有罪了，当然不会定谳啦，可是一审会有罪啊。那如果他不断的出现有罪的判决，比如说上一次那个纽约那个判决是要罚3.5亿美元啊，那多多少少就会伤到川普的中间选民啊。那因为他们你盖洛普做拜登只有38，对不对？对。可是川普也高不到哪里去啊。所以两个人的差距其实不大啊。你不要以为川普民调很高啊，没有啊。是，而且那个川普被判决之后，那个拜登甚至我还看到跟川普的距离从6%缩小到2%、1%，还有打平手哦，拉近了，拉近啊。所以我不认为民主党会认为一定会输了啊。倒是共和党这边在忧虑了，比如说那个 Nikki Haley 啊，南卡罗来纳州是他的本命区啊，对，还输哎。问题是他拿了39%，他拿到39%啊，那立刻就有人做了一个民调，结果支持 Nikki Haley 的人有36%，说川普如果再被判有罪，他们不要投。哦，巨头。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没有用的，是有用的。那连《华尔街日报》这个是比较亲共和党的报纸，是都已经在放话了，说川普如果没有整合 Nikki Haley， 可能会输掉南卡州。来自内部的问题不是啊，因为 Nikki Haley 在南卡州，他是关键选民啊，本命区。这一周有9票了，你认为9票重不重要啊？那 Nikki Haley 为什么一直在选？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比如说 DeSantis 早就退了那他为什么一直在选？美国总统候选人不断在选，表示一直有钱进来啊，不然你怎么选得下去啊？对，他说他的目前的募款状况可以选到7月底，是 Nikki Haley 自己讲的啊，而且 Nikki Haley 上个月的募款的金额还超过川普，所以我跟你讲，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啊，就共和党有传统派啊，是他们对川普是有意见的啦。那只是说要逼川普做出什么样的妥协啦那我认为他们可能会是要推说你要搭 Nikki Haley 或搭谁啦，那基本上才有办法啦。反正两个人内部都有问题了。是，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想请教舰长，你怎么看这个拜登的爱犬现在被逐出白宫了？
我因为从小到现在大概都一直有养狗了，所以我对狗的印象是很深的。你别以为狗就是狗啊，如果你没有养过，你养过你就知道，那个狗跟人一样，人上100形形色色，狗上100也形形色色。是那个狗笨哦，可以笨到让你想象不到的笨，但是还是很可爱。但它也可以聪明到跟爱因斯坦一样，那个什么东西都很快。是真的狗就差这么大。那同样它的个性也是一样，有的很凶的，他就认为这是地盘，那陌生人来他就会呲牙咧嘴，他还真的会咬。但是也有的就是超级爱好和平的，我曾经养过一只超级爱好和平的，谁来它都摇尾巴啊，好高兴。狗就是差这么多，所以主人哦有责任，就是你养狗，你就要知道它是一只什么样的狗，是你要给它有些管制，你知道，你不能够。其实最后像这些，好比说拜登的狗咬人，对，咬24次，谁该负责？主人。你不要去迁就那只狗，那只狗是无辜的，你叫它背黑锅，你知不知道？人要知道它不适合白宫，有太多陌生人进出的，就它的地域性很强，是就不适合在白宫，就要摆在别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就是不要让你的狗去背黑锅。第二个，我特别要说一下这个总统的选举啊，我一直在观察拜登哦，他的年纪也不过才80几啊。经常有时候口音节目，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帅化名帅将军？是他跟他年纪差不多啊。你看帅将军动作多么灵活。我有一次看郝柏村在那讲话，100岁哦，他在那个公众讲话站起来，整整讲了15分钟，没有看稿，没有吃一个螺丝，中气十足，中气十足，你就知道拜登不是老，他有病。我保证你他有什么病。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要鼓掌他？因为大家要连任呐，他身旁。有多少人在分享他的权利？利益太大了。拜登不选这些人，通通都要走路，你知道？那接着，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我觉得最近啊，因为在两岸的关系，我一直很相信苏老师以前的他的这些预判。如果你去观察书籍很久以前讲的话，你翻到现在看，好多几乎都很准。他最近讲了一个让我其实很担心的，他说什么你知道？他说习近平这一任内。5年内一定处理台湾问题。他说他不会再多了。我觉得这个判断是一个很大胆的判断啊，因为我相信他对两岸的判断，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接着你就要去问了，如果真的在5年内，你知不知道这个足以有影响力的那个人是谁？就是美国总统。所以这一次川普跟拜登谁选上，你知不知道有可能影响到两岸？是这个特别注意。那这2个人，我问你，谁会抛弃台湾？最可能抛弃台湾，当然是拜登。这个请大家要特别，拜登，我相信民进党最怕拜登当选。对不起，川普，因为川普是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好不好？是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最后请教一下左教授，你怎么看这次的美国大选情况？美国大选当然，川普的影响主要第一个会感受到他的威力的，当然就是乌克兰。是啊，因为现在众议院已经说了，就是参议院通过这个援助乌克兰法案之后，众议院说根本不会让他进入这个讨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就是整个共和党内部对于这个援助乌克兰呢，都倾向于是不援助了，就是接受了川普的这种说美国优先的这个想法。那甚至是来过台湾，所谓宣称非常有台，提出这个台湾法案的这个台湾政策法案的这个Graham Lindsey Graham， 那连他都现在都是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因为那个法案还有援助台湾的，现在连他都采取反对态度，那就是说明这个川普的威力非常强大。但这种情况当然在欧洲引起了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欧洲认为说他们要为自己的安全来负责，他们要发展自己的军队，他们要跟俄罗斯谈判。所以川普的威力在川普还没有当选以前，其实已经发挥效果了。那么这种情况就会使得他们第一个在援助乌克兰上面，欧洲国家也会犹豫再三，因为如果他们继续援助乌克兰，乌克兰没有打胜仗，或者乌克兰的